我打火机呢？等战宇的案子结了再给你。这个破地方，老子算待够了，以后再也不来了。那可真说不好，不定什么时候发现新的证据，咱俩又得在审讯室见面了。配合警方破案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叫我。不过，这应该是赵警官第一回抓错人吧？我也能够理解，人在高压之下很容易犯错。我很荣幸成为您的第一回。看来你后面的压力就要大了，全国人民都等着你抓到真凶呢。这是我分内的事儿，也就不劳你操心了。但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啊，案子结之前，你是不能擅自离境的。我明白。回头我跟小欧的蜜月旅行就定在新疆的喀纳斯。我听说那儿的景色不比欧洲差呀。手续办完了，赶紧走吧。好，那咱们俩再也别见。一会儿见着人干嘛去呀？打个招呼，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呀，还能干嘛去啊？别装了，你在法庭上说那些话让我都起鸡皮疙瘩了。这么久没见，是不是得干柴烈火呀？你瞎说什么呢？我就知道你们所有人都在。这世界上没有我，是不是太无聊了？你别说，没你这评审，我还真挺不习惯的。怎么回事？怎么许你们在法庭上公然表白，不许我们秀恩爱？可以啊，老冯，看不出来。哎，行，别打我开涮。怎么了？那天我就在法庭上看你一瘸一拐的，发生什么事儿了？没事儿。什么没事儿啊？他为了你做实验拍录像，摔了特别惨的一跤，爬起来就跑，这都是为你啊，妍姐。冯大哥夸张了，就一点小伤。这怎么能是小伤呢？妍姐，你看我们家小欧都被你伤成什么样了？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儿，你得表个态吧。米娅说的对，今天是个好日子，你要是再不表态，我们大家都不会放过你。哎呀，那行吧，我表个态。难得今儿人比较齐啊，我请大伙到1/3吃一顿好的，都得去，不可以请假，谁不去我会难过的。躲什么呢？往哪儿躲了？我是真的要上厕所。刚才餐厅员工欢迎严谨的时候，大家都在那儿喊喝喜酒，喝喜酒，把你喊得脸都红了。怎么样，心里是不是特高兴？你有完没完？没完。看看你这脸色，好不容易见到严谨，你也不知道打扮打扮。最近为了这个案子，整天提心吊胆，连大气儿都不敢喘，没有时间捯饬自己。抹口红气色能好一点。我有预感啊，今天晚上严谨没准会有什么动作。你别瞎说，他刚出来，今天晚上都是他朋友，你别瞎起哄。不信咱们就走着瞧。2楼啊，罗旺斯房间。
小，坐。哎，这是老冯的位子，你坐这边。快点儿。哟，小上来了。坐哥。人齐了啊，坐坐坐。行，那我先说两句。这一年啊，发生了太多的事儿，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这大半年，我让大家操心了。这第一杯啊，我敬你们所有人。来，来了，来，干杯！少喝点儿。我说，大哥，这身体还行？不看见了吗？好着呢。你这个当兄弟的，那出那么大事儿，你都没看看他。有什么事儿啊？严谨当时忙着呢，来不了。好在案子破了，你也醒过来了，嫂子又把你照顾得这么好。嫂子辛苦了啊！这一杯酒我敬你们两口子。来，我的亲妹妹。大度，甭跟我矫情。好，那我过了啊。为了核实这段视频，法院找了武警特种部队最优秀的战士去做实验，时间和路线都没问题，严胜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如果说严谨不是凶手，那凶手是谁？是他说的这个刘伟吗？目前刘伟的嫌疑最大，严谨说过，这家伙是个亡命之徒，况且禁毒支队到现在都还没有他的下落。但是现在没有证据指向刘伟，这点也挺奇怪的。据严谨所说，凶手的目的不是战宇，就是严谨他自己。且案发前后的时间来看，刘伟就是严谨最大的死敌，而且只有刘伟有足够的杀人动机，且有能力杀死严谨。要说这官司能打赢，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主要是小欧，是他不放弃，鼓励我坚持到最后，所以你好好谢谢人家。没错，严慎说的对，这事儿你真的应该好好谢谢小欧。如果没有小欧这大刀阔斧锐意改革，说实话，这1/3真的很难撑下来。哎，没，我这是随便支了个招。哎，一个一个来，着什么急呀？我这杯酒啊，我得敬老冯啊！你对1/3做的贡献，我都记在心里。这真是我应该的。来，咱哥俩干一个。好，那个，今儿人都挺齐的，我有件喜事儿想向大家宣布，我怀孕了。哇，这好事儿啊！真怀了？之前问你还一直不说，我这不是想给你们个惊喜吗？老冯，平时看你老实巴交一个人啊，你在生孩子这个事儿上，你是有天赋的，一发就中。这什么呀？这不行！哎，冯大哥太好了，乐乐要有弟弟妹妹了。真的。真的。来，快走。行。那现在我的惊喜说完了，下面该严老板了。现在刘伟确实是可以作为这个案件的首要嫌疑人了，但是我们不能再犯之前那种想当然的错误了。这次让严慎在法庭上当庭翻供，狠狠地打了脸，我们确实输得心服口服。杨成，你再去调查一下严谨的周围，看一下他的社会关系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仇人。另外，案发现场要重新勘查，证据要重新搜集，看看有没有什么跟刘伟有关的蛛丝马迹。至于刘伟那边，我会去跟程副支队长联系的，看看需不需要我们增援。哎，头儿，那个叫小美人的女毒枭，我记得严谨说过，她是刘伟的心上人吧？没错。你说我们要不要找她聊聊？也许会有什么新的突破口。长夜漫漫，重点啊，不得放在最后吗？纪晓，咱们之间发生了太多戏剧性的故事，甚至差一点成了悲剧。但是有故事的两个人，老了以后才有下酒的，不是？对吧？对。那天在法庭上，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甚至每一个表情，我都会铭记一辈子。说重点。小欧，今夜的你格外美丽，就好像这玫瑰花一样，艳丽出众。茫茫人海当中，能让我遇到你，是我这一辈子莫大的荣幸。来，吃个虾吧。哎，你们也别干瞪眼儿啊！来吃啊，这虾好，来吃着吃，来，一人一个。来，老婆自己来。来，吃啊，干嘛呢？你又干什么？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啊！敬小欧的酒，咱还没喝呢。来，我敬你一杯。不行啊，咱走2个。来，来第2杯。哎，我就喜欢纪晓欧这股飒劲儿啊，豪爽。你左一句喜欢，右一句喜欢的，那你倒是说清楚啊。喜欢就是喜欢啊，异性间没有喜欢啊。我就喜欢跟纪晓欧当兄弟，做哥们儿。严姐，好。既然严总那么欣赏我这个兄弟，那我也得回敬你一个不是？谢谢你刚才对我说的话，既幽默又感人，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这杯敬你，干。一个不行，走2个，咱们俩也算有过命的交情。这白酒不能这么喝。哎，行了，咱们说点正事儿啊。妍姐，今晚不许再喝了啊！下午医生给我来电话了，明天一早我要送你去康复中心完成1周的康复治疗。啊，这刚出来又要管老子？哎，我在里头已经把毒戒了，我不去。你现在是身体上的戒断，必须要康复治疗。一来呢是避免复吸，二来要从心理上彻底戒断。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我都已经戒了，你就不用操心了。是你说的对，还是医生说的对？是老程说的对。你好好关他1周。这可是大事儿，严姐，你一定要去。1周可能不够吧？我觉得严谨现在这个疯癫样，怎么着也得1个月。哎呀，我这刚出来又让我进去，你们舍得吗？舍得。在家戒不是不行，但是得有人监督啊。要不这样呗，妍珊，你就负责监督你哥呗，封闭式戒毒期。不了，谢谢。我要在家睡个3天3夜，没什么事都别来找我啊。我看要不让小欧监督吧。我看行。严老板，我们小欧呢可是出生在医生世家，像什么测个血压啊、量个心率啊，这都没有问题。也实在是没有别的人选了，只能是麻烦小欧出马了呀。我才伺候不了严大少爷呢，我还有似水流年要打理。哎呦，似水流年交给我呀，我在休假呢，看个几天没问题。好主意，啊，小欧最合适了呀。对啊。好吧，我来监督你呀，似水流年就交给你了。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小欧，严谨就拜托给你了，这7天一定要寸步不离，保证完成任务。这下你就放心了。哎呦，好。来，妹妹。瞅你喝的，你今晚干嘛那么对人纪晓欧啊？我都替你臊得慌。这个效果那就对了，我必须得让他难受、失落，对我痛恨无比。为什么呀？
为的就是回头我给他一个大惊喜，这叫欲扬先抑，你懂不懂？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方尼亚他们确实是好心，可我这刚出来，花也没有，连个像样的礼物我也没准备，那怎么跟人求爱啊？那是我严谨办的事儿，还求什么爱呀？你直接求婚！求婚，我不得准备钻戒啊？啊，我人生中唯一一个求婚钻戒，那必须得完美。你就不怕人纪晓鸥真急了，回头你连求婚的机会都没了？可能吗？那纪晓鸥对我什么情感，你又不是不清楚啊。之前那个大风大浪都熬过来了，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恶作剧，他就接受不了了，怎么可能？你们太小瞧这个丫头了，她呀，那就是一瓶烈酒。那你这一星期岂不是要遭殃了？怎么可能啊？我这刚出来，那纪晓鸥心疼我还来不及呢，还对我下狠手，瞧着。报告机管教，距离目的地我的私人戒毒中心还有2公里。妍姐，我可警告你，我是来帮你戒毒的，你最好少给我耍心。遵命。走吧。这栋怎么样？环境不错吧？当年我可是跋山涉水找了很多地方，都觉得不满意。最后就是站在这儿，看到远处这片风景，唉，我心一下就化了。你看这明湖多漂亮！话还没说完呢，看一看再走啊！赶紧开门。行吗？其实我很少有时间过来住，但会有人每2个礼拜过来打扫一次。我先声明一下，这个地方没有其他女孩来过，就严慎来过1回。房子这么大，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你躲起来我都找不到你。我不躲啊，我天天围着你，我还来不及呢。干嘛呢？手拿开。那什么，参观一下吧。怎么样？装修风格还满意吗？哇，哎呦，你床垫真舒服。哎，你躺下试试。你想多了，我住你旁边那间。那你怎么监视我？白天我可以监视你，晚上不方便。但是有了这个，我可以随时看到你的画面。纪晓鸥，你太丧心病狂了吧？还有没有人身自由啊？不过，就是喜欢被你控制。哎，这干嘛呀？这都录下来了，我有证据能告你耍流氓。好啊，你告啊！你请严胜来给你当律师，我给你掏律师费。那你得对我负责。我负你个头啊！我让你躺好，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哎，你别走啊！楼上还没看呢。小欧，给我拿个雪糕。哎，扔它干嘛？这个你不能吃。这该买的东西我已经在网上下过单了。这7天你必须从生理和心理上彻底戒断，你吃什么做什么都得我说了算。小欧，这是干嘛呀？我让你干嘛就干嘛。
站过去。趴墙上，站好了。喂，这戒毒手机还怎么收啊？全封闭戒毒，听不懂全封闭的意思？转过身。衣服用不用脱？再对管教出言不逊，就罚你做100个俯卧撑。才100个？那就500个。报告机管教，我要休息。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刚刚谁说才100个？这会儿就虚弱了。哎呀，折腾1天了，我真饿了。乖，你把这100个做完，我就给你开饭。吃什么呀？哦，忘告诉你了，你这7天只能吃素，就是为了给你清理肠道，彻底把你这1年积攒的毒素和垃圾都排干净。喂，严谨家什么样啊？你多给我发点照片。这严谨家是不是跟比佛利山庄似的？不就是土豪住的大房子吗？有什么好的呀？你不稀罕？我跟老冯去住啊。你都有老冯和孩子了，还惦记什么大别墅？严谨呢？你们俩没在一块儿啊？他洗澡呢。哟，听你这口气，你们俩是发生什么了？哎，就你那脑子里面除了男女之情就没点别的了？我说认真的呢，报复归报复，然后得给人家留点机会。给他机会，你忘了他怎么虐我，怎么当众耍我的？我这个叫礼尚往来，让他看得到摸不到，天天惦记得不到，最毒妇人心。不过我可告诉你啊，你可一定要注意尺度，这女人太强势，男人是会害怕的。我就是这样的人，接受不了就请绕道走。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回头给你微信。我看看，真棒。怎么还没洗啊？水都快凉了。小心看到眼里拿不出来哦。我就是看看你是死是活，别一个不小心被我给练晕过去了。哎呦，你这么一说，我就有点晕，胸口发闷，浑身无力，呼吸还有点困难。我倒要看看你能憋多久。机管家，你想摸就摸呗。我不是想摸你，我只是第一次看到你身上这些疤，有点好奇而已。他们啊，都是我的勋章。你要想听的话，我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讲。但有个前提，你得陪我洗澡。哎呀，那你就别洗，10分钟后楼下吃饭，迟到1分钟就收餐。我真的有弟弟妹妹了，真的呀？太好了！我们班好多同学都有弟弟妹妹了，我可算有个伴儿了。高兴吧？
来来，一人一杯牛奶，趁热喝了。爸爸，发育有了宝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起去上海住了？啊，我之前答应乐乐带她去迪士尼乐园去玩，现在方阿姨怀孕了，她不能去了啊。没事啊，我也想去迪士尼，要不你请个假吧？你现在怀孕了，这头几个月非常关键，这不能长途跋涉。等生了，咱们一块儿去啊！赶紧喝了呀，啊！自己一会儿把睡衣换了啊！我听刚才乐乐说那话，是因为我怀孕了才一起去上海的。哎呀，你理解错了，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吧？这去了上海，上海的工作机会多嘛，没准我还能找一个好的工作。最主要的是，这上海医疗条件好，我就是想给乐乐看看病。那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呀？就是一想，所以也没提这事儿。老冯，是不是我把怀孕的事说的太高调了？不是那意思，怀孕是好事儿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也是挺好的事儿啊。我只是担心乐乐知道这件事的态度，今天一看这高兴啊，哎，我就杞人忧天。那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男孩女孩我都喜欢。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呀？你要是这样的，我呢，一直想多攒点钱，再和你结婚。我就是怕你受委屈。哎呀，真好。你早几点起床？饭也吃不饱，总得让我睡个饱觉吧。你安心睡个饱觉吧，我会叫你起床的。晚。严谨，严谨，开门。严谨，起床了。怎么又睡了？这才几点？你不是答应我让我睡个懒觉吗？你已经睡了7个小时，足够了。赶紧起，洗漱换衣服，下楼晨跑。老规矩，迟到1分钟，多罚1公里。Take my hand in your hand, so I get to know all about you. 才4公里就跑不动了，不觉得给武警丢人呀？ To the other side, I have you in my head, round and round. There is no more to hold, and we can't help but fall in love again. I will protect you
No one can hurt you. What if I become an incredible man? I devote myself to you, babe. And 怎么了呀？跑不动了，跑不动了，浑身酸疼，头2天不带这么练的。给你5分钟休息时间。行，我渴了，我去买2瓶水。 and you fill me always. I'm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 feel me up. 喂，你和严谨在一起是不是？没有啊。你撒谎！我刚从店里出来，小房都跟我说了，计较，你还没傻够是吧？你好不容易从火坑里走出来，你怎么又往里跳呢？什么火坑呀？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就算他没杀人，他是缉毒英雄，你俩也不能在一起。他现在有毒瘾在身，你知不知道？妈，严谨吸毒是为了破案，是无可奈何。他之前在看守所已经很努力的在戒毒了，他已经快成功了。我做医生的，我知道这毒品的危害。就算他能戒掉，日后也有可能复吸。像他这样的例子，我见多了，后患无穷。你可不能把自己的未来赌在这种人身上。妈，严谨和那些吸毒人员的情况不一样，他最痛恨毒品，就算他死，他也不会复吸。我相信他。相信能管用吗？我还相信你爸能成为亿万富翁呢。我还相信你在30岁之前能结婚生子呢。有用吗？小欧，你听妈劝，一辈子长着呢，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世上除了严谨之外，有的是好男人。你还是慢慢跟他断绝来往吧。妈，以前你误会严谨，发2句牢骚就算了，现在你明明知道我们俩的感情已经是不可能分开了，你说这些除了影响我们母女感情还有什么用？我和严谨现在只是普通朋友，我是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帮他康复治疗，他体检合格我就一定回家，我保证这期间我一定不会干任何出格的事儿，没什么事儿我就挂了。给你。怎么了？没事吗？我没事啊，你休息好了。啊，我现在精神满满。那接着跑吧。是，尽管叫。该交代的我都交代清楚了，还有什么可问的？这是刑侦支队赵金辉副支队长，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跨年夜的当晚，你是跟刘伟在一块儿吗？对，我跟刘伟，还有严谨、吴峰一起喝酒吃饭，结束之后就各自散了。还记得几点结束的吗9点多吧。结束以后，刘伟又去哪儿了？知道吗？私生活上面的事情，我从来不过问。那我再问你一遍，知道刘伟现在藏身的地方吗？知道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吗？杨玫瑰，难道你就不想替段瑞生报仇吗？刘伟和段哥，我跟刘伟，我和严谨，我们已经各自偿还了因果报应，没有什么仇可报了。
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的情况，段瑞生的死跟刘伟有直接的关系。刘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忠诚。杨玫瑰，我劝你和我们积极配合，抓住刘伟，当年的事情就能真相大白。我知道刘伟在私底下是有一些生意，好像是在西南边境外的一个小镇上，但具体位置我不清楚。他在那边有很多黑道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好像叫塞萨纳吧，其他的我都不清楚。段哥的死真的跟刘伟有关是吗？哎呦，季管教，我写的胳膊都快抽筋了。差不多了，今天就到这儿吧。是不是被我的光辉岁月迷倒了？哎，这张什么时候拍的呀？哦，这张啊，孙佳玉离开武警特战队之前，我就记得那会儿，老程跟周爽刚刚结婚。那这个女孩是谁呀？不会是你的初恋女友吧？不是，孙佳玉的女朋友叫沈五月，啊，我们当时都一起玩的。五月，这名字好听。哎，那她现在……季管教，我肚子好饿，申请加个餐行吗？好，你等着吧。好嘞。坚持每天练声，对，来坚持每年会举办不少音乐会，对，这可能在也不知道警方有没有搜索到刘伟的消息。法网恢恢，只管把心放到肚子。你别说啊，那刘伟演我演的还挺像，我自己看都觉得像。你一个戏精，还吐槽别人？我怎么戏精了？你当初为了查案，假装喜欢我、追求我，甚至利用我，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呢。吃点水果，消消气。上天桥，全身的小摊儿，里头金银大鼓、烙金大鼓、单弦儿。我伪装了自己的目的接近你，别有用心的待在你那儿，是我不对。总是你来这个伴奏，这是我们最理想的。但我真的没有假装喜欢你，是扎扎实实的，你动了心。对我这个哥们儿动了心。
叫战宇了吧？其实我昨天也梦到那小子了，梦到他拉琴的样子。他的葬礼我也没参加，要不然明天你带我去看看他吧。小雨，我和严谨来看你了。战宇，好久不见了。KK 和战宇真的很不像吗？你就当做 KK 不存在吧。我想这也是战宇的意思。如果不是生在那样一个家庭，他一定是个令人骄傲的好孩子。坦白说，战宇的死，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如果跨年夜那天晚上，我愿意给他一次机会，跟他好好谈一谈，可能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你为什么不愿意相信他？我之前根本无法理解他为了钱背叛我，直到我在里头遇到一个叫马林的孩子，他跟战宇很像，为了给爷爷救命的保险金，失手杀了人，背叛了4环，从此失去了光明的前途。听完他的故事，我才知道，钱对于战宇而言有多么重要。1分钱难倒英雄汉，更何况他是个20出头的孩子，他是那个家唯一的支柱。战宇，对不起。如果有来世，希望小雨她能活得轻松一点，不需要被上天眷顾，但也不需要背负那么多的人间疾苦，只要平凡的活着就够了。战宇这一生虽然短暂，但也有在夜空中划过的耀眼瞬间，让看到他的人铭记一辈子。我的人生中还有过这样一个人。你说的是孙佳玉吗？看来严胜已经告诉过你我们3兄弟的故事了。他就葬在离这不远的地方，你陪我去看看他。儿子，小1年没过来看你了。放心吧，打火机我没弄丢，过段日子我肯定拿回来。这个墓碑上怎么就写了这些字呀？是为了保证这些英雄的家属不被毒贩跟踪报复。我刚进禁毒大队那会儿，认识一个老大哥。有一次他在伪装侦查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他的丈母娘和女儿。女儿忍不住喊他一声爸爸。他虽然当场没有答应，但3天过后，他们家还是被灭口了，被煤气熏晕，活活烧死。缉毒警是一帮行走在刀尖上的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因为他们面对的永远都是那帮穷凶极恶的毒贩。那些毒贩都是在用命换钱，没有什么人性可言。那你有害怕过吗？我当警察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虽然离开了警队，但我始终保持着对那份职业的忠诚和信仰。这1年多以来，每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回想起我曾经穿过的那身警服。最重要的是想你。
你们三兄弟的感情一定很好吧？能给我讲讲你们的故事吗？来纸了吗？10年前，我跟老程一起被调到武警特战队的时候，孙佳玉就睡在我的上铺。但那个时候，她是我最讨厌的。我这个人啊，从小就爱闯老大，在武警特战队也一样。战友们看我各方面能力都很出色，家境殷实，人也仗义，免不了都跟我称兄道弟的。那时候孙佳玉离我很近，但态度上却是对我最冷淡的一个。后来我得知孙佳玉是个孤儿，她那桀骜不驯的性格让她在儿童福利院的时候经常惹祸。后来老院长担心她走弯路，才把她送到武警特战队。没想到却成就了一名出色的战士。训练场上，孙佳玉是个拼命三郎，队里只有他能和我一决高下。我们俩自然是不打不相识。有一次我找他那麻烦，还赶上了上级领导突击检查，本以为我这回处分是挨定了，我没想到孙佳玉主动承担了责任。因为那件事，孙佳玉被罚负重10公里跑。那天下着大雨，我看见他在训练场上一圈一圈的跑，回到宿舍半点怨言都没。我特别惭愧，也打心眼里觉得他是个男人。从那以后，我、孙佳玉和老程就成了好兄弟，几乎每天都要腻在一起。原本残酷枯燥的训练，也变得有意思了。一次休假外出，我们在商店看中了那款都鹏打火机，攒了3个月的钱才把它买了下来，还特意请人在上面刻下了我们3个人的姓。就在那一天，我们正式结拜。按照年龄，老程是老大，孙佳玉老2，我老1。半年后，二子因为盗窃公物被开除了，他几乎是用一种荒唐而可笑的方式离开。长达1年的时间，我们都失联了。在我他消息的时候，他已经面目全非，跟毒贩混迹在一起。那是我第一次觉得人生如此荒谬，怎么都想不明白，人怎么说变就变。1年后，我和老程一起考入了市禁毒支队，成为了光荣的禁毒警察。就在我想要忘掉二子的时候，我得知二子当年离开部队的真正原因是到了邓坤的贩毒集团去当卧底。能被上级挑中去当卧底的，一定是最优秀的兵。我很开心，二子还是当年那个儿子。后来的事儿，你也应该听说。我就是不甘心啊！我凭什么比二子差呀？
我多希望我就是当年那个最优秀的兵。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挺愧疚的。曾经发誓同生共死的三兄弟，以为一辈子可以不离不弃的三个人，一不小心就走散了。1/3就变成了永远无法填补的残缺。这个就是你开1/3的原因吧？我开餐厅是因为我喜欢吃。我关二子生前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海鲜。没想到你还挺深情的。季乔，你第一天认识我，只要你有酒，个个都是故事。就你这身体还喝酒，老老实实喝果汁吧。时间不早了，咱们走吧。二子，走了，回见吧。对了，忘了给你介绍了，这姑娘叫季小欧，是你未来的弟媳妇儿，长得漂亮吧？你叽里咕噜在讲什么呢？啊！我跟二子说，你叫季小欧。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梨园大事件。众所周知，梨园1231特大杀人案一审已经结束，之前被锁定的犯罪嫌疑人严某已经被无罪释放。有消息称，杀人案死者并非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大学生，而是一名涉世很深的毒贩。而之前在媒体面前声称严某一定是凶手的死者之父，也因吸毒被拘。目前正在戒毒所接受强制戒毒。喂，小欧。喂，严生，战宇的新闻你看到了吗？今天一早就看见了，但这料不是我报的。我答应过你，不会利用战宇的身份炒作。会是谁走漏了消息啊？庭审是不是没有媒体在场吗？这些记者也有可能混进庭审现场啊。这年头，他们为了炒话题，什么事干不出来啊？这帮揭露别人隐私的无良记者，人都已经死了，不能让人家走得安静一点。小欧，事已至此，你着急也没什么用了。要怪，也只能怪战宇自己犯了错。他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死者的父亲刻意隐瞒了他儿子是毒贩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大众的欺骗。他利用了大众的同情心理，引导舆论，从而引导整个案件的发展。知道了。我已经看过新闻了，我会让人去查一下，是哪个无良记者泄露庭审信息的。找到有什么用？美琴阿姨肯定知道了，战海龙也被抓了，他现在一个人可怎么办啊？要不我们吃完饭去看看他？美琴阿姨一直对你的误解很深，现在战宇贩毒的事被爆出来，她一定觉得是你干的。你还是别去了，我自己去看看吧。解铃还须系铃人，我早就该过去看看他了，不就是被骂几句吗？没关系。再说了，你不是答应过老常这7天对我寸步不离吗？吃饭。
你们是找李美琴的吗？阿姨，她不在家吗？别提了，她最近啊神神叨叨的，整个人都很不正常。这不，晕倒了，送医院了。您知道是哪一家医院吗？人民医院。阿姨，您醒了。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跟我联系啊？我问过医生了，他说你只是血压有点高，身体有点虚弱，休养2天就好了。我怎么还不死啊？死了就一了百了。阿姨，你别这么想，我已经让我爸给您安排好了股头坏死的手术，钱您不用担心。小雨生前没有完成的事儿，我们帮他完成。不要提小雨，你口口声声说帮小雨，小雨死的那么惨，你为什么要跟那个杀人犯在网上泼脏水啊？阿姨，您真的误会了，网上的消息不是我们放出去的。那还有谁？他就是为了洗脱自己的罪名才诬陷小雨，否则小雨怎么可能成毒贩？那么好的孩子，他怎么可能是毒贩？怎么可能是毒贩呀？那天在法院上，警方的指证你也听到了。我到现在也不愿面对这个真相。我们都不愿意相信小雨是毒贩，可这就是事实。他犯了错，不代表他就是坏孩子。他一直在努力悔改，积极的配合严谨和警方查案，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自己。妈妈害了你啊，小雨。是妈妈害了你，该死的应该是我呀，小雨。妈去找你，你等等爸妈，等等爸妈，等等爸妈，你等等妈妈，等等妈妈。
小雨，小雨，哎，来了。小雨走之前的这段日子，他特别不开心。他那么小小的年龄，身上却承担了那么重的担子。他一定不想让你觉得他是个坏孩子。姐，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做你爹，我一定做一个令你骄傲的弟弟。姐，你对我们这么好，我想就像现在这样，照顾你一辈子。对不起。可能这就是命吧。吃饭吧。哎，你不吃了？我没什么胃口，想上去休息一下。哦，吃完饭记得把晚上任务完成了。刘伟终于出现了，是吧？刘伟昨天的确在西南边境外的小镇上出现过，你过来看，把它放大。我们的人经过跟踪调查，已经可以确定刘伟就藏身在这个镇上的一处地下作坊里。这太好了，那咱们赶紧申请，让境外警方协助办案吧。现在比较棘手的是，这个地区被当地的黑势力塞萨纳掌控，就算联络当地警方，他们也不敢介入。刘伟正是看中这点，才隐身在此的。刘伟跟这个塞萨纳很熟吗？不仅很熟，而且还救过他的命。塞萨纳已经下命令全面保护刘伟的安全。那咱们只能等等了，等刘伟离开那儿，再找机会下手了。需要我们增援吗？暂时还不需要，我的人已经安插在了地下作坊的周边，我也会连夜赶过去亲自指挥。这次一定不会让他跑了。看着要下雨啊！下雨天好啊，下雨天就不用铁人三项了。不是给你的，我们一会儿要去戒毒中心体检，你需要空腹。这么快就到1周了？大哥，也有。
吃只鹰啊，拜个包，拜个包。等下。叫马好聽，蒙興人。大哥，慢点儿，这个东西有点凶哦。哎，不要笑下来。喂，陈大哥，体检报告收到了吧？收到了，刚看完。尿液检验呈阴性，各项指标都很正常，体重还长了3公斤。天天吃素，没接受啊？小欧，都是你的功劳啊！没有，还是严谨自己努力的成果。你让他接电话。这7天过得很滋润呢。那是相当的滋润。2件事啊，第一件事刘伟漏了，我们正在商量抓捕方案。他人现在在哪儿？境外，躲在一家地下作坊内，被当地黑社会罩着，我们一时很难下手。这线索还是小美人提供。刘伟身上肯定会有武器，你们一定要小心。你放心吧。第2件事，李宇川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剩下的就看你的了。务必把人带到现场。OK， 知道了，辛苦了。真的有刘伟消息了？人在境外出现了，老张他们正在安排抓捕，但难度很大。希望一切顺利。要是刘伟能被抓住，战宇的案子就能水落石出了。是啊。好了，你体检合格，我监督工作也完成了，一会儿我收拾一下东西就走。小欧，第7天还没过呢，要走的话也是明儿走啊，对吗？今晚走和明早走有区别吗？有区别啊！你看这一周你付出这么多，我好歹做一顿大餐表示表示。咱们兄弟俩客气什么呀？山高水长，来日方长，有的是时间把酒欢歌。我好多地方都被带你去玩呢，再待2天就2天，就当度假了，你看行吗？严总，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也有自己的事要忙。房雅那么粗心大意，店里指不定乱成什么样子，我也不能欺负一个孕妇啊。车我已经叫了，今天必须撤。不行，你不能把我一个人扔这儿。说好了在一起7天，少1分钟1秒钟都不叫7天。懒得听你唠叨，松开。不松，不松。你看天马上黑了，山路特别不好走，人家师傅过来，万一路上打滑，出了事故，那伤的不是一个人，是一大家子人。我求你了，小欧，明儿走吧，好不好？好吧，给兄弟一个面子，明儿再走。但明儿走你再拦我，我可报警了。行，啊。摄像头我拿走了，今天晚上不会再侵犯你的隐私了。唉，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时间不早了，我先睡了。这么早睡啊？困了，你也早点睡吧。是该早点睡啊。最近辛苦了啊，睡个美容觉好。着凉了呀？可能夜跑的时候风吹着了，没事，洗个热水澡就好了。晚安。晚安。
noise. I'm reading our letters from the very first time with all the memories. 燕姐，停电了。是啊，怎么停电了？这么好的别墅怎么会停电呀？搞死没了我！可能外面雨下太大了，把线路给吹断了。没事儿，怕吗？我不怕。行吧，那你早点睡吧。哦。你澡洗完了吗？没呢，别提了，刚洗着头，泡沫还没冲呢。没热水你怎么洗呀？在部队我都洗冷水澡，放心吧，没事儿。那你洗完多穿点衣服，别着凉。好，先睡吧啊。I can't stop loving you, my love.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好像有点发烧，屋里没有空调，太冷了。我就想跟你一起一块睡，两个人在一块暖和一点。怎么这么烫呀？不会真被我说中了吧？看来你背地里没少诅咒我。你等着，我去给你找药。哎，不用了，我从小啊就不吃药，公务严实点，出点汗就好。我发誓，我只睡觉，我什么都不做。那你转过去，转过去。真有你的，打着苦肉计的幌子来耍流氓。我都这样了，我怎么耍流氓？我喜欢你，能叫耍流氓吗？我一直以为你把我当兄弟。就你这勇猛无敌、怀揣绝技的样子，不把你当兄弟都不行。哎，得了，我还是戴个口罩。赶紧睡吧。刚才谁说只睡觉什么事儿都不干的？不知道，不是我说。你再乱摸我，我咬你了！咬啊！哥这样咬，亏劲儿你咬，即便你怎么咬。现在老实了吧？别使苦肉计了，赶紧起来！哎，别叫了，我动不了。老板打个120。装什么装？赶紧起来！不就踢了你一脚吗？我没装，我腰动不了，快打120。你腰怎么了？估计是钉子错位了。
什么钉子呀？季主任，这是过去几年的病历和 CT 片。我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立刻送到医院肯定是伤得不轻。估计明天凌晨执行是去不成了。老程，你赶紧跟那边联系一下，把计划推迟。我这边负责通知其他人。先这样。哥，怎么样？没事吧？都是我的错，我不知道他腰上有伤。好，先去看病。刚刚手术开始前，我哥跟我说，让我嘱咐你别担心，他命大，死不了。想知道我哥的伤怎么来的吗？当年他去山区执行救援任务，为了给搭档搭把手，自己从10几米高的云梯上摔了下去，3节腰椎粉碎性骨折。当时医生就断言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但他愣是咬着牙进行了1年的康复训练，让自己重新站起来。所以，不要把事情想得过于悲观。爸怎么样了？原来固定用的合金钉错位了，现在取出来。但是腰椎的第4、第5关节严重损伤，而且伤到了中枢神经。怎么会这么严重？不可能，我只是踢了他一脚而已。伤到骨头是小事，关键是中枢神经受伤，这会影响他走路的。目前也不好说，观察看看。没事儿啊。当初医生还说我醒不过来呢，现在不要好好的，就你这金刚不坏之身，躺2个月肯定能站起来。小陈说的对，这凡事啊不能只听大夫的，何况你还年轻，好好休养，一定能康复的。人也看了，咱们就别在这捣乱了。小欧，你好好的，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给我打电话。那我就不送你们了啊。哎，我来了，好好休息啊。辛苦了啊。你想吃什么？我给你拿。我们看电影吧，我这里有《爱乐之城》。不看了吧，我都已经这样了，我再看一帮俊男靓女在那跳舞，可气添堵啊！你这只是暂时的卧床休养，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不用骗我了，我什么都知道了。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已经都这样了，不用自责。回家吧，我请一个护工照顾我就好了。回家吧。走啊，回家呀！不走，是我把你变成这个样子的，我要对你负责到底。不希望你可怜。我没有可怜你。那是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你。喜欢我啊？在别墅的时候，我可没看出来。我是真的喜欢你，我要不是喜欢你，何必那么费心劳神的帮你打官司，帮你戒毒？我缺心眼儿啊！纪晓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每回碰你，我总会出点什么事儿，就跟被人诅咒了一样？这说明什么呀？说明我们俩是天生注定的冤家，根本就不适合在一块儿。
不是冤家不聚头，你还是认命吧。你这辈子也别想甩掉我。我刚差点就笑场了。看出来了，没看我一直看你吗？哎，小陈，他那腰没什么大事吧？有个屁事儿啊！那钉子早就该取出来了，一个小手术，在医院休养几天就好了。是严谨让纪晓鸥他爸故意吓唬纪晓鸥的。严谨这招也太坏了，也就欺负我们家小优善良。这要换了我呀，给我鸽子蛋我都不嫁。服了纪晓鸥了。什么鸽子蛋呀？我说不让你招他吧，你偏不听。这下好了，把人踹残了，想甩都甩不掉。他身子骨挺硬朗的，没准儿过2天会有好转。没准儿，也许，可能。万一他没好转呢？你就这么跟他耗一辈子吗？耗就耗，我乐意。老纪，你看清楚没有吗？严谨他真的是站不起来了吗？小欧那一脚怎么可能把人踹残了呢？他哪有那么大劲呢？这就是巧嘛。巧，巧什么巧？哎，哇，做了2天乌龟，我才明白啊，原来做一只能够直立行走的灵长类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让你折磨纪晓鸥，活该你一多动症变乌龟。你说你怎么想的？把人纪晓鸥他爸也拉下水，这不是挑拨人家父女关系吗？我真没想到老爷子能帮这个忙。唉，看来他早就认定我这个女婿了。我可是跟爸妈都立了军令状了，你这次要是再拿不下纪晓鸥啊，连我也得完蛋。你就放心吧，一切都在我的掌控当中。哼。不过，看到小欧这么着急的样儿，我就有点心疼啊。我跟你说，你就多余演这出戏，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把他骗到利川吧。小欧，你回来了。妍姐，你能坐起来了？啊，刚才护士说他伤口恢复得不错，可以试着坐一坐。你看，我就说只要。用轮椅推你出去散心。我想去利川。只要医生允许你外出，我一定带你去利川，好不好？你要去利川向严谨求婚？小欧，像婚姻这种大事，女孩子是不是应该表现得矜持点啊？都什么时代了，男人女人都一样。严谨受伤的这段时间，心情一直都不好。我知道他是不想拖累我，才故意说那些难听的话，但我怎么可能不管他？刚开始那几天，我也很难受，但我现在接受了。
老天让严谨折在我手里，就是想让我紧紧抓着他不放手。这就是命，我得认。在利川，我和严谨度过了最浪漫的几天。宁海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所以我想在那儿向他求婚，希望你们能帮我。你也要在宁海？我也。我一个同事上周也在那儿被求的婚，那儿确实很浪漫。你打算怎么跟他求婚啊？其实我也不想搞什么大场面，就去之前我和严谨去过的一个酒吧，把楼上的露台稍微布置下就够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我和严谨最好的朋友都可以去那儿为我们见证。没问题，你到时候只管把严谨带过来，求婚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就知道你会听我。说什么？纪晓鸥在利川向我求婚？你说你俩求婚都能想一块儿去，真是天生一对儿。纪晓鸥到底把自己当不当女人？求婚也要跟我讲？那你说我俩到底谁跟谁求婚？你是老爷们儿，但是你向人家求了。最终目标不变，作战路径需要调整。行，知道了。上一次你没住的观景房，这一次也可以住了。咱俩睡一间。对啊，方便我照顾你。不太好吧？又不是没在一张床上睡过。你放心吧，这一次啊，我不会对你下毒手。你休息一下啊。Hello， 我的方大小姐。听你这语气，心情挺不错呀，一路挺顺利的。这么重要的一天，必须顺顺利利。你们现在在哪儿啊？你们快一点呀，我们俩都到了，等一下我就带他出去了。我不跟你说了，拜拜。刚才什么声音啊？苹果怎么在地上呀？是啊，苹果搁地上干什么？不应该呀，这客栈评分挺高的。哎呀，小欧，我憋不住了，替我上厕所。醒啦？你打扮这么美，我总不能拉低画面颜值。我行李箱里有套新衣服，帮我拿过来。你不用打扮，在我心里也是最帅的。这话从纪晓鸥的嘴里说出来，怎么听怎么别扭。嫌我矫情了？我今天就想做一回小女人，
你受不了也得受着。Take my hand in your hand so I get to know all about you. Take me to the other side. I have you in my head, round and round. There is no more to hold, and we can never fall in love again. I will protect you. 笑一个。在搞我吗？ No one can hurt you. What if I become an incredible man? I devote myself to you, babe. And I'll never want to change my love for you. When you're tight and tight, there's no one you can trust. 就在这儿吃晚餐。你还没看过楼上呢。啊，楼上？我这腿脚不利索，怎么上楼啊？晚安好，季小姐。麻烦你帮我把他运到楼上去。没问题。哎，我有问题啊。他能抱动我吗？再把我给摔了，我的余生可就真在轮椅上度过了。你放心吧，他以前是市举重队的，徒手抱2个你都没问题。来。去年好像也是这个时候，你带我来丽川看的日出。还真是啊。你当时有任务在身，还能陪我谈情说爱，演技够好的。你现在这样，不会也是在跟我演吧？怎么会？你爸的话你都不信？你们女孩就是喜欢翻旧账。1周年快乐！1周年？咱俩成为朋友1周年啊！我还记得上次你带我看日出的时候，天还没亮就叫我起床了。是那天够早的。我记得啊，你在路上给我发了好大的脾气，然后倒头就睡了，像个小猪一样打着小呼噜。我都存着了。谁还没有一点黑历史啊？以后我的黑历史还多着呢。有本事你就全部拍下来，然后剪辑成一个喜剧片，老了以后拿来逗乐。唉，以后能不能拍，不知道。你还想把我甩了呢？我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其实，上次看日出前的那个晚上，你抱我上床的时候，我没有睡着。晚安，丫头。合着最能演的人是你，你不会那个时候就喜欢上我了吧？这个答案你不喜欢？哟，这架势可以啊！有美女陪你共进晚餐，你还不乐意啊？来，这第一杯敬这美好的夜晚。这第二杯敬过去的2018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开心的，也有悲伤的。但是你让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
还记得上一次你带我来宁海说过的话吗？你说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你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带着自己心爱的姑娘走遍全世界。你还说过，你这辈子只会骗我一件事儿，就是有一天你不再爱我了。上回来宁海的时候，我又能跑又能跳，可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这只是暂时的，你只要努力康复，你一定可以站起来。那如果有一天我再也站不起来，那你就把我当成你的腿。只要有我在，想去哪儿都行。咱们俩开着房车，一起环游世界，一起远走高飞。只要我们俩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等一下，在喝这第3杯之前，还有一件事儿。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哦，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一起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里，就算多一个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微风中天气，你真心能爱与我为敌，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哦，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小难以想象，这可能就是爱情的力量。演，接着演。小欧，哎，小欧，哎，师傅开车，姑娘去哪儿？随便去哪儿，快开车。好嘞。小欧，别跑啊！第3杯还没喝完呢。哎，你不是说你都准备好了吗？你人呢？我歌都唱完，你们人影都没有，跟那个傻子一起耍我是吧？我们人早就到了，不
不就是宁海西边的美酒吧吗？宁海西边，我在东边好吗？啊，东边也有一个呀？怎么还重名呢？我们这边也有个2楼露台，也能看到宁海。你现在在哪儿呢？姑娘，没事吧？师傅，你这是往哪儿开呢？你不是说随便去哪儿吗？我看你心情不好，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没事儿，谢谢你们。你在路边帮我停吧。着什么急？马上就到了。我让你停车。我让你停车，听到没有？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姑娘，到了，下车吧。月月，你们怎么也来了呀？是呀。你雅，你怎么在这儿啊？延伸，就是啊，你们怎么都来了呀？当然是有大事儿了。Let me tell you a lie, I'm not loving you. There was a night you turned the music on. I wish I can stay in your arms till the end of time. I can't stop loving you. I can't stop loving you. My heart. 我们在1/3团聚的那一天晚上，我找老程帮我安排的这个求婚仪式。原计划是在别墅那几天就找机会把你拐到利川来，谁也没成想出了这个意外。哎呀，我心里这个火啊，躺在 CT 室里，我想这可怎么办啊？利川都准备好了，我说去啊，还是不去啊？后来迫不得已，我跑去说服你爸配合我演了场戏。我没想到咱爸这么有娱乐精神，一口就答应了，还嘱咐我说做戏得做全套，让所有人一块都骗你。我当时心里就想啊，这个老丈人我是认定了，不管纪晓鸥嫁不嫁给我，我都得喊他一声爸。你想得美！
Hurry, my lover, I'm still waiting for you. 季昭，我爱你，我一定要去，因为我知道你不想要那些无疾而终的爱情，我也一样。即便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我心里从来没有放弃过你。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尽快回到你的身边。 Let me tell you, I'm not loving you. There was a night you turned the music on. How she can stay in your arms 季昭，愿意嫁给我？ I can't stop loving you. I can't stop loving you. My love, hurry, my lover. I can feel you near me, and nothing can hold us apart. So there's one thing I can do. I close my eyes and sing the echo of your name here. Let me tell you a lie, I'm not loving you. I miss the night you turned the music on. It was a melody you wrote from the day we met, and I keep singing along. I keep running back to you. Let me tell you a lie, I'm not loving you. I miss the night you turned the music on. I wish I can stay in your arms till the end of time. I can hold my heart, but I can't stop loving you, my love. 干嘛？在我家楼下你还敢那么放肆啊？随便。哎，你等一下是不是要去餐厅啊？对啊，还多亏了季老板现在的生意比以前更好。然后我去看一下楼上。嗯，好，知道了。去。嗯，拜拜。妈，倒茶就倒茶了呗，手在那写我什么呀？闪瞎我！亚明啊，事已至此，你也别生气了，还是高高兴兴的同意吧。你个帮凶还好意思说呢？
别人变着法子骗你女儿也就算了，你这个当老爸的还积极主动，拱手相让，我要跟你离婚。你和我离婚又能怎样？小欧和严谨不还是在一起吗？他们已经相爱了，分不开。严谨他身份特殊，小欧跟他在一起，日后一定会经历大风大浪的。更何况严谨他有吸毒的经历，这就是一颗定时炸弹。我绝对不会让我女儿的未来有任何的闪失。严谨他已经戒了，万一他复吸呢？妈，你怎么就不能想想严谨的好？他都愿意为了我去死，在全世界你还能找到第二个对我这么好的男人吗？有啊，你爸呀。小欧，你没有做妈，你可能理解不了你妈的想法。你妈这个人一生都在追求完美，所以她希望你的婚姻也是幸福完美的。但这世界上哪存在完美的适合人？我身上也各种缺点啊。妈，你之前不是说了吗？只要我能嫁出去，你就烧高香了。现在可好，我终于能嫁了，你又在那推三阻四。我是为你好。又是这句老掉牙的话，最讨厌这句话了。哎呀，都好好说话啊！我呢，说一下我的意见。我同意小欧和严谨结婚，但是严谨必须定期检查，我来监督。爸的主意不错，我同意。我不同意。我现在把话说到这儿，如果你执意要嫁他，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妈。又是情感绑架。那妈你也听好了，我和严谨是真心相爱，这辈子都不会变。你给我回来！你把话说的那么绝干什么？女儿是快乐的，难道不好吗？我是为她好，她怎么就不理解我呢？还有，刚才你说什么呀？你要跟我离婚又能怎样？行啊，你别较真行不行啊？我哪里较真了啊？你想说什么？对不起，我错了啊，对不起。你怎么能说对不起呢？你没错，你们都没错，都是我的错。还没有抓到刘伟，所以严谨的推断，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证实。我们会先把注意力都放在寻找作案工具和分尸现场上的。是的，李局，我会把所有的证据再重新排查一遍，看看有什么遗漏的地方。好，您放心吧。哎呀，怎么又上紧箍咒了？案子破不了，要换你不头疼啊？李局现在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咱们得尽快了。上次让你调查严谨，现在什么情况？我把严谨这些年生意上有来往的人都查了一遍，确实发现了2、3个死对头，但是经过我们的明察暗访，发现这些人对他都有点怵，更别提什么杀人灭口了。我猜应该是跟他武警的出身有关系。最关键的是，他们不知道 KK， 也不知道战宇，更不知道纪晓鸥的存在。所以按照严谨的观点，刘伟仍是唯一符合条件的人选。
对，好，打那个。打！看你俩玩的。来，好。你以后别给他买这么贵的东西了，都把他惯坏了。就他这么大的小孩才能放肆的玩呢。哎，正好，你看啊，现在的游戏机做的多好，还能看电影。以后你跟老常在家就可以浪漫了。还浪漫呢？他这一出院又见不着他人了。爷爷，我成功啦！好，真棒！谢谢干爹。记住啊，每回最多玩半个小时，知道吗？哎，我一定听话。哎呀，哎，浩浩，小心点，你干爹的腰还没好呢。没事没事，来，这1年没见到我干儿子，来，再让干爹贴一下，来，你呀，赶紧跟小欧生个大胖儿子吧。大胖闺女我也行。行。干爹，你今天就住家里吧，我想让你给我讲故事。浩，别闹了，跟妈妈回屋睡觉吧。我就要跟干爹睡，干爹能给我讲好多好听的故事，爸爸从来都不给我讲的。来，干爹给你讲故事，想听哪个呀？小狮子可以吗？小狮子可霸道了，大家都怕它。那小兔子很害怕。回来了。没吃呢吧？你煮碗面。不用，我不饿。他睡着了。口水。别灰心了，他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刘伟的确是个狠角色，当地警方带着我们的人冲进了他栖身的地下作坊，他直接扔了手雷，从地下通道跑了。伤亡严重吗？1死2重伤。牺牲的那个小胡去年刚结婚，他老婆下个月就要生了。我刚从他们家回来，看着小胡的爸妈和他老爸，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开口。赵德辉知道了，已经通知他了。吴队长抓东村抓了10年，不知道这个刘伟我要抓多少年。我现在总算是体会到老吴的无助了。没办的，都他自己的命数。这老天爷啊，也不会回回都让咱们白忙活，也不会让刘伟次次都能走。咱们早晚能找到他。早点睡吧。
都看了这么多遍了，还没看够呀？我自己老婆，我想怎么看就怎么看。谁是你老婆？我妈可还没同意呢。哎呀，看来我还得向老方多学习学习，生米煮成熟饭，这样你妈不认也得认。就你现在这身子骨，能行吗？嘿，行不行的，向我比划比划啊！够了。哎，放着，以后这种伤手的活儿你不准干啊，全部由我来。你不是号称自己那么厉害吗？除了这招就没别的啦。不过说真的，我还有点怕你妈。但丈母娘这么做也都是为你好，我理解。这个世界上还有你怕的，真不容易。这结婚啊，可是大事儿，必须得经过双方父母同意才行。咱们的婚礼可以慢慢筹备，但具体结婚的日子必须得经过丈母娘点头才能定，这样以后双方两家才能和睦相处。是啊。可是我妈现在就油盐不进，怎么办啊？看来我得把丈母娘哄开心了才行。我只能靠她了。这爱炫富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我知道该怎么办。还是我媳妇儿厉害。行，我给咱妈先包一束花。算了吧，就你那审美。女士，您看这力度可以吗？可以。可以再重一点啊。妈，舒服吗？在这个最好的 SPA 馆，享受最高级的美容，能不舒服吗？您要喜欢的话，我给您办张卡，您随时过来。哎，无功不受禄啊！谁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您10月怀胎把我生下来，辛辛苦苦把我养大，还没功劳，合着我孝敬我亲妈还成我的不是了。你少气我2回，我就能多活10年。卡办好给我爸得了。哎，还是我来吧。你爸这张老脸啊，基本上没救了。得。清蒸海鲈鱼，请慢用。来嘛，咱们俩难得单独在一起，这20多年辛苦您了，这杯酒我敬您。小欧啊，你孝心妈懂了，你也老大不小了，咱们好好的聊聊。你和严谨一起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妈知道。但你俩毕竟认识才1年，两个人成长的经历和生活的环境都是截然不同的。你不怕他有钱就不靠谱吗？我就纳闷了啊，你爸科室里那么多年轻的医生，你怎么一个都看不上呢？好呀，那我就找个医生，然后也去医院上班，咱们一家子住进医院。妈，严谨他现在是个商人，但他以前是个警察，他父亲也是军人出身，从小家教严格，行为作风比我还端正，绝对靠谱。无非就是那个嘴巴爱耍点贫，平时不好好说话。但是他高颜值，身材好，
全中国就这么一个严谨，被我给捞着了。哎呦，你还是我女儿吗？啊？我这儿在跟您说正经的，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呀？那之前他跟我回家的时候，你不是对人家挺热情的吗？哈，之前你把她带回家，你不是也是冷冰冰的吗？妈，咱们家就您最深明大义。我知道你所有的担忧都是为了我好，但是严谨这个人到底行不行，你不得见了认识了才知道。你好歹给他个登门拜访的机会。如果到时候你觉得他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用您说，我自己就给他踹了。把手给我。你确定？你真的爱他吗？我确定。周末见了再说吧。妈，你同意啦？妈，你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妈，你多吃点啊！大虾大虾。你是去看我妈，还是去我们家摆地摊呢？我第一次以未来女婿的身份去你们家，我肯定得表现一下。礼物不在于贵，在于用心。我可是心肝脾肺肾我都走了一遍。这赵雅敏女士还在更年期，指定出什么幺蛾子。她要是 diss 你的话，千万要忍住啊！放心吧，就没有拿不下的高地。今晚啊，就把你们家当成敌方的司令部，一定给他攻下来。慢慢聊啊。对，好嘞。来，小燕，哎，喝茶。谢叔。来就来了，还买那么多贵重的东西干什么？下回不允许啊。妈，我好不容易带严谨来一趟，你就让我们吃这个呀？金莲花怎么了？啊？抗癌的，吃这个委屈你了吗？来吃饭了。好，吃饭。好。吃饭。人家小燕来，你不能一水的青菜吧？哎呦，真是亲爷俩，吃青菜怎么了啊？吃素对身体好，排毒养颜。坐吧。哎，叔叔坐。那你不能把昨天剩的炒饭给端上来呀？昨天晚上的炒饭怎么了啊？放一晚上没事的，不吃就浪费了。哎呀，真要是自己人，还在乎这个？小伙子，你说呢？非常好。爸，严谨，我们去下馆子，欺人太甚。哎，瞧。哎，叔叔坐，坐。阿姨说的对啊，虽然啊咱们现在的生活好了，但咱们还是要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只要是一家人和和睦睦的坐在一块吃饭，剩饭剩菜也都是满汉全席。但是阿姨啊，咱们4个人，这桌上恐怕菜有点少。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炒2个菜去。够了。怎么？你看我干嘛？
做，要不你尝尝，和饭店一个味儿。还不错，我还以为你连方便面都不会煮呢。我小时候啊，我爸妈在部队里忙，我从小就跟我妹做饭。哎，你别看她现在瘦得跟猴似的，小时候被我喂的那就一个肥。以前我在队里的炊事班待过有半年，什么煎、炒、烹、煮、炸、爆溜、炝边焗，我每样都会那么一点，要不然怎么开餐厅呢？我要感谢叔叔跟阿姨生了小欧这么好一闺女，让我遇到她。以后，你们二位要是想吃我做的菜，我可以每天都过来给你们煮，只要你们不嫌弃。8大菜系随便你们点。那好啊，之前小欧就说了，说你样样都会。勉强会那么2下。啊，既然你这么能干，待会儿帮我把阳台的玻璃擦一擦啊。没问题吗？啊，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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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吧。哎，这。Take my hand in your hand, so I get to know all about you. Take me to the other side. I have you in my head, round and round. There is no more to hold, and we can't help but fall in love again. I will protect you. 哎，妈， No one can hurt you. 来，阿姨，我帮你们拿。 What if I become an incredible man? I devote myself to you, babe. 这按摩椅太占地方了，你看我好，阿姨。花多少钱呀？您坐。小杨，哎，叔叔，这按摩椅好，叔叔来试试。哎，我来试。哟，你别坐，坐，别坐了呀！我这你怎么这样呢？这样啊。 I'm trying to make it better, feel me again. 来尝尝，小严托三亚的朋友带过来的，整整1箱。真的挺甜的。那你就多吃点。我看小袁这个人啊，很热心。这几天啊，鞍前马后，忙里忙外，还真没他不会的。小欧嫁给他，绝对是享福的命。我看你啊，差不多得了，别再折腾他了。这才几天啊，你就盖棺定论了？一辈子长着呢，我们得好好的考验考验他。哎，我早就看出来了，这小严啊还真不错。他和小欧都是倔驴脾气，2个强势人要想过一辈子，必须有一个人妥协。他要是能接得住经过这2天的考验，以后小欧再怎么折腾，他都能受得起。都听您的，您说的都对。听我的准没错。好嘞。哎，你让开一点。啊，你帮我拿上。好。哎呀，哎。终于跟咱妈搭上线了，你是不是得趁热打铁，把她拿下？你不是说不着急，慢慢来吗？哎，别提了，我爸、我妈还有延盛那个小妈，天天催我，问我什么时候能带他们见到你父母，聊聊结婚的事儿。我一激动，我就说3天之内就能搞定。3天？你这吹牛习惯什么时候可以改？改，我一定改。但我牛已经吹了，不得帮帮我？那我也不能保证我妈3天就点头呀。哎，要不然这样，最近啊，
你多回一回你爸你妈家，好好把老佛爷伺候好，顺便放个大招什么的，没准儿3天就搞定了。还放大招呢？就老佛爷现在这态度，我连使点小伎俩他都没兴趣。你是他女儿，你开心，他就无计可施。那我就回家表演一下开心。不用演，咱们俩就在你妈面前视频聊天，让她知道咱俩有多甜有多腻。没准这个事儿根本就用不了3天。那我就回家乐呵乐呵。行，乐呵乐呵。哎呦，你什么事儿那么好笑啊？啊？你未来女婿说话特逗，要不要我给你读读？哎呀，你给我少来啊！你今天真的不回店里了？不回了。你女婿说啊，他来看店，让我好好陪你们，懂事吧？哎呦，你也没陪我们呢，你还跟他发信息，一口一个我女婿的，你绿了他活不了了吧？我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因为爱情而丧失自我。他打视频来了。亲爱的，你在哪儿啊？我好想你。老纪，我要炒一盘鸡皮疙瘩。哎呦，真受不了。喂，严姐，好久不见。这几天餐厅生意不错呀。喂，媳妇儿。哎，我跟你说啊，他计划成功了。老佛爷下懿旨了，叫你回家吃饭，你们要早点过来，帮忙打下手。今晚要吃饭，那恐怕我去不了。什么情况啊？有事吗？店里面有很重要的事要做，要不然咱们改明天，你看行吗？是工作重要，还是咱们俩婚姻大事重要？赵亚明同志亲自下厨请你吃饭，就这么一次结婚。你要是放他鸽子，咱们俩就彻底完蛋了。媳妇儿，真的是有很重要的事儿，现在不方便跟你说，等见了面一定给你汇报。你不会是跑去查案了吧？没有的事儿，媳妇儿体谅一下啊。就把时间改明天吧。我先挂了。
应该到了。打电话。哎，喂，陆少，我到雪山公司了。可刘伟始终没有出现啊。我在想，他会不会是别有用心，有其他的目的？我们中计了。什么意思？前两天一直有辆车跟踪我，他到过小吴家楼下。那个人应该就是刘伟。刘伟跟踪你？是我大爷，他以为是赵天贵的人。刘伟他不会自投罗网，他约我谈到富贵，一定另有所图。他肯定想调狐狸山把我引开，而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到小吴家报复，或者是为了救小美人。严姐，小美人今天早上已经被抢劫了。我怀疑他已经去了小吴家，你们赶紧派人过去。抓紧时间。你带兵就留在生产公司，如果刘伟出现，第一时间跟我汇报。各部门注意，计划有变。我请他吃饭，还得他来定时间，真有意思。小欧，你赶紧跟他打电话，让他明天别来了。不伺候。小严不说了吗？他有事儿，你就不能通融一下？就是，不就吃顿饭吗？哪天吃不一样？妈，你就别较真了啊。喂，你在哪儿？在家呢。老裴正在生你的气，我在安抚他。我这边事儿处理完以后，我争取晚上回家吃饭。怎么晚上又能吃饭了呀？你逗傻姑娘玩呢？你是挺傻，但傻得可爱。行了，先这么着啊。来的比我预计的要快。到底要干什么？你是个聪明人，我想干什么，你很清楚。小吴家住几楼啊？14楼。程警官，你命够硬的。这么撞都没把你撞死。刘伟，我劝你不要再胡作非为。你们警察就会说这一句啊？有听的吗？我和严谨现在在季小侯家的天台上，好久没见了，一起来叙叙旧吧。通知特警队过来支援。好。不就是叙旧吗？何必搞这么大阵仗？
严谨，咱俩也算是过命之交。你这马上要结婚了，好歹我也要来看看新娘子呀。现在插播一条快讯：4月26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梨园市103特大贩毒案主谋杨玫瑰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裁定，并将其押赴刑场进行了枪决。39岁的杨玫瑰，绰号小美人，是本市具有黑社会性质。哎呦，那个女毒枭被枪毙了。小欧，就是小严之前卧底的那个贩毒集团的头目。团伙打着水产公司和娱乐场所的幌子，进行毒品制造和贩卖运输。现在什么情况？严谨在天台被刘伟给劫持了。犯罪分子是否持有武器？这个还不敢肯定。来电话了。刘伟，程警官，看来你们都。严谨被刘伟劫持，刘伟手里有枪。一定要控制时机，不要轻易行动。明白。刘伟，可以了，程警官，别离我太近了，把枪放下，放下，扔远点儿。刘伟，你冷静点儿。严谨做卧底是我的安排，想报复你冲我来。我确实有件事情要麻烦程警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2个小时之内，把小美安全地带到这里，再准备一辆加满油的汽车，确保我们安全地离开梨园。如果你能满足我这些条件，我保证不动你兄弟，还有他那个女人一根汗毛。1号到位，2号到位，3号到位。是否能够看到目标？1号看不到，2号看不到，3号只能看到严谨。严谨和障碍物挡住了狙击手的视线，目前无法击毙刘伟，设法让严谨引他到射程范围之内，以便狙击手将其击毙。怎么样啊，程警官？想好了没有？说话。刘伟，你已经被警方包围了，你与其在这费尽心思，还不如缴械投降，没准老程可以让你跟小美人活着见一面。你他妈还好意思说？小美对你那么好，你却把她给害了，你他妈对得起她吗？一个毒贩，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的？你早他妈不是什么缉毒警了！我告诉你，一日为警，终身为警。毒品害人，我最好的兄弟也是被毒品给害死的。我这一辈子，就是跟你们这帮贩毒的过不去，有一个抓一个，有一窝断一窝。刘伟。哎呀，来与不来啊，我都得给你们家严公子备上菜。哎呀，妈，你能不能别总像小孩子一样置气？严谨他今天真的是有工作吗？啊？哎呀，你别碍我的事儿，来，要不你摘菜啊？程警官，能不能办到我的条件？刘伟，能，我现在就派人把小美人送过来。
但是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离开天台，不要伤及无辜。无辜？他，还有他那个女人，你们这些人哪一个是他妈无辜的？要不是因为你们这帮人，我和小美会落到这个地步吗？刘伟，你真就是一条疯狗。我今天一定要抓住你，哪怕是一命抵一命。严谨，你错了，我是一条命，但你们不是。你弄这么个假盒子，你找不成的。你要不要试试？刘伟在天台准备了炸弹，我可是 C4，立刻进行人员疏散。快，通知排爆大队，是对这2栋楼进行全员疏散，快！是。怎么回事啊？现在楼上有炸弹，我们现在立刻撤离这里，快开门啊！谁呀？开门啊！我赵廷辉，快开门！门怎么打不开？小，怎么回事啊？现在楼上有炸弹，我们现在立刻撤离这里，快开门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爸，这门锁怎么打不开？哎，早上还好好的。大长，你刚才说那个什么炸药啊？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了，赶紧开门吧。打不开，门锁坏了吗？打不开。快看一看，怎么打不开啊？打不开。你别着急，你等我一下。啊，好。哎呦，怎么看看？怎么可能呢？2个小时之内，你要不把小美安全带到这里，我们大家一起死。好，我现在就安排。来，往那边走，快，注意安全，跟上，快，往那边走，快，确认一下后面还有没有人啊？快，赶快撤离！赵启辉，到底怎么回事？严谨在天台被刘伟给劫持了，上面还有炸弹。怎么可能？他刚才给我打了电话。我现在有必要骗你吗？小周，你快想想办法！阿姨，你别着急，放心吧，我一定安全的把你们从这救出去。你们先让一让，往后退一下。联系林泉一刊，把杨玫瑰送到华修院。别废话，立刻马上！看守所到这还有一段距离，咱们都冷静一下。刘伟，KK是不是你杀的？严谨。你挺聪明的，怎么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 ？KK 那种小崽子也配我亲自动手啊？跨年夜当晚，你故意跟我闹别扭，提前离开，难道你没有什么预谋？有预谋也是杀你！我早他妈应该一枪崩了你！真不是你干的。都到这份上了，我有必要骗你吗？我身上差多背他这一条人命吗？
KK 明明就是你杀的。程队，季小欧家被困住了。妍姐，小欧家被困住出不来了。看着自己的女人身陷死局，自己却无能为力的感觉怎么样？你不是无所不能吗，妍姐？现在唯一能把门打开的办法，你大哥段永生是不是被你杀的？是我杀的。怎么了？为了小美人，跟你有关系吗？先是有段哥，后来再有我。你说小美人怎么就对你不动心呢？这20年来，你对小美人可谓是掏心掏肺，可她呢？她把你当成什么呀？一条狗。这样一个女人，值得你为她拼命吗？值得。小美值得我为她做任何事情。可你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你别以为我现在不敢杀你。刘伟，我一定要告诉你，小美人今天一早已经被枪毙了。现在就能排爆大队了。这么短的时间，他们肯定赶不过来啊！喂，送一个工具箱上来，快！什么？你疯了吗？那玩意儿你拆不了，你赶紧下来！这附近都是居民，连扔的地方都没有，不成的话我总得承担。送工具箱上来，快！吩咐支队长，命令严警立刻停止排爆，进行人员疏散。是连姐，连姐，上级下命令，立刻停止排爆，马上撤出。真的没有时间了，人命关天，快！林局，严警在59参战队的时候曾经做过排爆手，有过成功的排爆经验。现在排爆大队暂时无法赶到，能否让他尝试一下？排爆大队还有多长时间能赶到？最快还有10分钟。
是。张景辉，小吴家交给你了。头，消防队长营地过来，来不及了。头，电锯来了。这个炸弹的设置没有那么复杂，试试没准能成。小吴现在什么情况？现在张景辉在想办法呢，你别分心了。你愣着干嘛？撤啊！少废话，赶紧弄你的。快出来！快！注意，走楼梯！你要相信他，他不会有事的。快走！喂，小王。燕姐，我们已经安全到楼下了。那就好。等我把手头的活忙完，晚上肯定回家吃饭。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该不会咱妈又生气了吧？没有。他同意我们结婚了。真的？可以啊，媳妇儿。这回真可以当着咱妈的面喊你媳妇儿了。你跟她说，结婚以后不管大小事儿，我都会让着你。媳妇儿，你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你做的饭。最喜欢看的电影是什么？罗马假日。那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情报简述。谁能料到刘伟能来这么一出啊？他
他对小美人也真是爱得惊天地泣鬼神了。跟咱哥们帅吧？行了，别装了，瞧你那手抖的，后怕了吧？婚还没结，我可舍不得死。对了，赵天辉呢？我得好好谢谢他。他应该去核实刘伟跨年夜的去向了。如果战宇真的不是刘伟杀的，那这个案子就更复杂了。我实在想不通啊，除了刘伟以外，还有谁那么想要杀我？你刚从鬼门关出来，别想那么多了。就凭赵天辉那股子拙劲儿，再复杂的案子也会有出路的。行了，不跟你说了，我回队里加班去了。来，刘伟都死了，还不让休息？刘伟是死了，但那个制毒人还没有抓着呢。制毒人？根据小美人的交代，他们的配方是刘伟从一个制毒人手里偷来的，但那个人跑了。我怀疑那个人才跟6年前的案子有关。关于那个制毒人，你有什么线索？你的卧底工作已经结束了，不归你管的事就别操心了。你放心，人我一定会找到，案子我也一定会查清。你还是想想怎么照顾你媳妇儿吧，啊！坏了坏了，别说小欧了，我丈母娘才开始接受我，就出这么大事儿，我得赶紧去赔罪了。白牌。来，妈，原来您才是咱们家的大厨啊，难怪轻易不出手。生气就是生气，你喊100遍妈也没用。妈，严谨都累了一下午了，你好歹让他吃口饭，再教育他呀。命差点都没了，你还吃什么饭呀？严谨，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一个人，你有小欧，将来还有你们自己的孩子，无论做什么事儿，都要对家人负责任。你要彻底的铲除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思想。我不管你骨子里有什么英雄主义的情节，以后再上演这出惊心动魄的大戏，我就让小欧立刻换人。我发誓，我严谨，从今往后绝对不会拿生命开玩笑，检验现行，努力挣钱，好好养家，以家庭为主，以小欧为主。好。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啊，怎么也得喝2杯。等着，我去拿酒去。好嘞。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这不刘伟吗？他不是跑了吗？跟他熟吗？我们这是合法生意，怎么会跟贩毒的有来往？他就是到我这儿来消费，我对他有点印象。去年的12月31号的晚上，他来过这儿吗？警察先生，我真不敢得罪刘伟。不用害怕，他已经死了。死了？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王八蛋，一天对我连孔在下的。哎，那他赊的账我跟谁要去啊？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去年跨年夜的晚上，他来没来过这儿？来过。那天晚上，我们店里做活动，他来的时候还跟我打了个招呼。几点来的？又几点离开的？大概是晚上10点左右来的吧，然后在包房里边玩得挺晚的，第二天中午走的吧。那天的监控还有吗？呀，那肯定没有了，我们这只保留1个月的。那你还能帮我们找到那天晚上跟刘伟在一起的人吗？我们需要核查一下。这个没问题啊，你们先坐，我去给你们问。没有杀害战宇的可能性。我早就对刘伟没抱什么希望了。他要真是凶手，怎么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呢？不是刘伟，也不是严谨，那还能有谁呢？这大半年高开低走的，全白费了。现在，咱们连寻找的方向都没有了。这么点困难，就把你们全打趴下了是吗？咱们手里的证据都指向谁？可严胜已经通过那个实验，排除了清洁工就是严谨的可能。严胜是律师，他的责任是保护委托人，并不是寻找真相。严胜用带有煽动性的实验保护了严谨，但是他并没有付掉我们手里其他所有的证据。那您的意思，严谨还是嫌疑最大的那个人？他从来没有从我的嫌疑人名单里去除过。说句心里话，头儿，昨天严谨干的那些事儿，我还是挺佩服他的，有点没办法把他跟那个杀人犯联想到一起。在我眼里，他是不是杀人犯，靠证据说话。听好，继续加大力度，寻找分尸工具跟分尸现场，这个目标是永远不变的。我们还要重新研究严胜的实验到底是不是天衣无缝的，从什么地方跌倒，就从什么地方爬起来。记住了吗？是。这逛了1个下午，我腿都打软了。辛苦啦，老婆。来，坐下，我给你捶捶。
那这个女孩是谁啊？不会是你的初恋女友吧？这不是孙佳玉的女朋友，叫沈五月。啊，我们原来都一起玩的。五月，这个名字好。哎，那他现在……自我叫，肚子好饿，申请加个餐，行吗？行，减肥餐已经好了，请夫人用餐吧。你怎么不喝啊？这个东西特别好，饱腹又通便。你试试。你怎么了？我就有点累了，活不下了。要不你回屋里躺一会儿？我明天一早还要马货，我就先回去了。哎，我送你吧。不用了，我叫个车就回去了。你真不用我送你吗？不用了，晚点微信联系吧。那行，那你注意安全啊。儿子，改口。妈，有礼一点心意。谢谢妈，这可是我进季家门的证据啊，我可得收好了。闺女，爸，哎，妈，
哎，我呢？好孩子，来，那个自己家的小店儿，饭菜都准备好了，兄弟，喝两口。来吧，来吧，来吧，谢谢哈。来。头儿，吃饭了。你几天没回家了？2、3天吧。头儿，不是我说你啊，这案子永远查不完，你不能一直泡在办公室里，这样你以后可怎么找女朋友啊？不过你这话好像说的也有道理啊。今儿天儿不错呀，是该出去溜达溜达了。这样吧，盒饭不吃了，你陪我出去吃点吧。我哪有资格陪你出去吃饭啊？我一堆工作还没做呢，一会儿还要带着兄弟们去搜索分尸现场啊。发现给你小子个福利还不接着是吗？那你回去干活去吧。啊，别，我女朋友最近发现了一家特别好吃的火锅，要不我带你去麻辣一家？行，就去那家吧。今儿我请你。哟，铁树开花了。再那么多废话，让你掏钱啊？走，走吧。日子我可看好了啊，6月6日，这个农历的是5月初4，那个是个好日子，才子佳人，门当户对，你觉得怎么样？亲家有心了，有心，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听到了吗？终于有人能站得住我哥这泼猴了。怎么说话呢？我要是猴，那咱爸咱妈是什么呀？你嫂子是什么呀？越来越坏了。爸妈，我敬您2老一杯，感谢您养育了这么好一个闺女。从今往后，我会好好对小欧的。好，来啊，爸，给您坐。挺会说话了。只要他不欺负你就成。谁欺负谁呢？爸妈，我今天特别开心，因为我终于嫁给了爱情。我觉得啊，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和严谨啊，以后一定会好好在一起的。好。小欧，有句话，妈早就想对你说了。要不是你，严谨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他的命，是你给的。妈，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永远都相信严谨。就是妈，今天大喜的日子，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啊！我哥跟我嫂子经历这么多才走到今天，往后全是好日子。是啊，往后全是好日子。来，大家干一杯啊！为了好日子啊！来。来，坐下，吃口菜。哎，是啊，好日子还在后面呢。我们呀，赶紧锻炼身体，等着抱我们的孙子。是。亲家母，你可别给孩子压力啊。小欧啊，生孩子的事儿自己定，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我和严谨挺喜欢孩子的，我们俩决定结完婚以后生1男1女，凑个好字。好，咱们就这杯好字干一杯啊！再干一个，来。来，我给这。妈，我给他夹。啊，好，来，这给你吧。哎，来，好的，好，来，你也来吧。哎呦，头儿，你慢点儿。哎呦，慢点儿。哎呀，不花钱的东西就照死吃啊，丢不丢人啊？
不是，我说你怎么又溜达来严谨的小区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新的线索呀？头儿，这个运尸路线法院已经核实过了，而且之前我们也已经实验过很多次了，没有问题啊。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条运尸路线会是咱们的突破口。来都来了，有枣没枣的打一竿子吧。走吧。如果严谨真的是凶手，他应该是在家里把战宇杀了，然后又背着战宇从这个安检的通道去了地下1层。没错。你多少斤？你不会也拿我当尸体吧？头儿，你慢点啊！我的肚子里面火我吐出来！我把嘴闭上。见过死尸说话的吗？超了，头儿，这都第3遍了。现在小孩床真贵。哎，你们俩这订婚宴也办完了，接下来该是盛大的婚礼了吧？嗯。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兴奋啊？我昨天晚上失眠，今天白天话说多了。失眠？该不会严谨宠爱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吧？瞎说什么呢？我结婚前就住店里面。这都什么年代了，结婚前还分开睡？哎，想什么呢？说呀！这女的谁啊？严谨初恋？严谨之前说她是孙佳玉的女朋友，但看这照片，明显这2个人就是情侣啊。这照片你在哪儿看到的？那天我去她家，在一本书里面看到的。那这事儿可就不简单了。你也觉得不简单啊？如果严谨交代了其他前任，而刻意隐瞒了这个，那就说明很有可能是他给这孙佳玉戴了绿帽子。以严谨的性格，不可能吧？这你就不懂了吧？男人可以炫耀自己花心，但对于撬自己兄弟女朋友这种黑历史，绝对不会轻易提起。这种减分项，刻意隐瞒也能理解，但你绝不能掉以轻心。严谨本来就是个抢手货，他还留着这照片，就说明他对那姑娘念念不忘。你可得看紧点儿。这年头，初恋杀伤力特别强，可别一不小心让这初恋杀个回马枪。严谨不是这样的人。你要是相信他，你就不跟我说这些了。走，吃甜品去，没有什么是一顿甜品解决不了的。